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精神科医生保坂龙所著的《90%的老后不安都是多余的》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只要更在意异性，老年生活就会彻底改观，直到临终都能保持年轻，远离痴呆。第二，90%的老后不安其实都是多余的。首先是第一部分，只要更在意异性，老年生活就会彻底改观，直到临终都能保持年轻，远离痴呆。所谓老年，指的是逐渐从工作、家庭等重大责任中解放出来，拥有越来越多属于自己的时间的阶段。换个角度看，老年其实是终于能和真正的自己好好相处，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生活的第二人生。然而，真正站在这个人生阶段的人，并非所有人都能积极乐观地想着我要尽情享受接下来的日子。现实中，反而有不少人会觉得接下来的人生似乎有点茫然不安。例如，当你无法坦然接受自己的年龄，开始介意脸上的皱纹、体力变差、提不起精神等身体和心理变化，并且把这些视作衰老结束的信号时，情绪自然会迅速低落。还有不少人会开始漫无边际地担心未来，比如万一以后生病怎么办？如果一个人了，能依靠谁之类的不安。因为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无从准备，也会产生一种无力感。但其实，只要稍微转换一下思维方式，许多不安都会轻松化解。关键在于如何面对老年的时光，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主动去设计这段人生，这样原本让人焦虑的老后生活，也能逐渐转变成充满可能性的自在人生。这本书中正满满写满了各种实现积极老年生活的智慧和方法。首先我想介绍的改善老年焦虑、远离痴呆和衰老的极好方法，就是无论多大年纪，都要多关注异性，多关心异性，多制造与异性交往的机会。年纪根本不是问题，去在意异性的那份心情，能让人生重新焕发色彩，重拾心跳的感觉。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某个人让你心动时，原本平淡无奇的日子突然变得光彩夺目，眼中的风景都跟着不一样了。而作者也说，尤其是到了这个年纪，这样的心动会变得更加特别，更加耀眼。比如，当某位女性突然开始注重打扮，换了口红的颜色，或某位男性突然关心起衣着，挑选领带的眼光也不同了。周围的人或许会半开玩笑地问，是不是有心上人了？但这种变化其实是非常美好的事，因为当我们喜欢上某人，自然而然就会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哪怕只是一点点，想变得更有魅力，更被在意。而这种心情正是活力和能量的源泉，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保持魅力，这种积极的能量会不断涌现出来，进而让我们的身心都变得年轻，整个人生也因此焕然一新。当然，可能有人会觉得，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再去想这种事有点不好意思。但实际上，关注异性绝不是件丢脸的事，反而是非常自然、健康的心理状态。谁都希望被喜欢，也都希望自己有魅力，这种心情正是生命的驱动力。不需要否定我想受欢迎、被人喜欢这样的自己，反而应该大大方方地接受这种心情，因为越能坦然接受，内心就会变得越年轻。不过现实中，随着年纪增长，我们对异性的关注也会逐渐减少。但事实上，那些始终对异性保持关注，或者总是有人喜欢的人，是不容易痴呆的。高龄期，无聊是最大的敌人。如果退休了，自己又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整天躺在床上看电视，那不论是头脑还是身体，都会迅速退化。但如果心动和异性聊天，就会让大脑全面运转，根本没时间变呆。而且科学也证明了，因喜欢的人而心动时，体内会大量分泌雌激素，刺激脑部活动，提升记忆力和认知功能。例如，参加兴趣社团或活动时，
遇到感兴趣的异性，你可能会想稍微整理一下发型，穿亮色的衣服，这些细微的变化就能让你内心充满期待和愉悦感，而这正是对大脑极好的刺激。而且，当你开始思考聊点什么话题能让对方开心呢，便会尽量避免无聊的话题，主动接触新鲜资讯，聊天内容也会越来越丰富。也就是说，关注异性会成为不断更新自我、让自己进步的契机。当然，保持分寸也很重要。如果已婚或对方年纪相差太多，贸然靠近容易引起周围人误会。不是我都这把年纪了，而是我还有很多人生乐趣可以期待。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才是让人生始终光彩照人的秘诀。心动会带来满满的能量，连外貌都会跟着改变。年纪大了也可以恋爱，也可以心动，也可以因为在意某个人而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份心情一定能让接下来的日子变得更加明亮和有趣。事实上，现在70多岁通过应用相识并结婚的人也在逐渐增加。其实，只要你产生想和异性见一面的念头，内心就已经在变年轻了。年龄根本不是问题，心动和怦然心跳的感觉，人生任何阶段都可以拥有。接下来是第二部分，9成的老后不安其实都是多余的。我想给大家介绍6个非常实用，能迅速消除老后不安的方法。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消除老后不安的最佳方法就是把衰老视作成长。老后不安的第一个缓解秘诀，就是把变老看成是另一种形式的成长。最近，我们常常能在各个地方看到让老后生活更舒适的方法、中老年健康习惯等话题，但实际上，每个人对变老这个词的感受都不一样。有人还没到花甲之年，就整天把我都这把年纪了挂在嘴边，整个人也变得消极没精神。但也有人80多岁了，还依然积极活跃。说到底，即便同样是老后生活，其中的状态和心境也可以说是百人百样，完全不一样。变老真的意味着退步吗？如果有人跟你说只要人还活着，就一直在成长，相反，这是一个终于可以去挑战年轻时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及尝试的新鲜事物的阶段。比如60岁才开始打高尔夫的人，也同样会想我想打得更好。这种心情和20岁的年轻人并没有本质区别。唱卡拉 OK 时也会希望唱得更尽兴，让别人听了感动。这种情感也是年龄无关，与生俱来的。只要活着，就会本能地想让今天比昨天更好。这不正是成长的本质吗？即便遭遇困境，只要决定从那里开始做点什么，前进的力量就会涌现出来。人生价值是靠自己去寻找的。作者也说，自己对这个观点充满希望，因为当你失去一些东西，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和自己好好对话、重新开启新人生的最佳时机。比如，读一本你感兴趣的书，看一部让你有触动的电影，上网查一查不曾了解过的世界。在这样平凡的日常中，当那种心情冒出来的时候，请勇敢行动，去参加活动，去图书馆阅读都很不错。只要不断积累新的知识和体验，人生的风景就会越来越开阔。年龄越大，反而越该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这才是保持身心年轻、充满活力的关键。接下来第二个要介绍的消除老后不安的最佳方法就是学会原谅那个容易疲惫的自己。最近应该有很多人会觉得好像很容易就累了。随着年龄增长，身体和内心不再像从前那样灵活，是很自然的事。可很多人却还是逼着自己我还得努力，要不然就是陷入我不行了的消极情绪里。根据某项问卷调查，许多人感觉自己变老的瞬间，往往是外貌变化、健忘增多、身体机能下降之时。实际上，这些变化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老化过程，并不是哪里出问题了，也绝不是你懒惰的结果。相反，这正是你长期努力活着的证明。尽管如此，身体和心灵不如从前顺畅时，很多人还是习惯性的责备自己。年轻的时候，
无论多累，也只能强行从被窝里爬出来，去上班做家务，靠着一口气和毅力咬着牙撑着。这样的日子曾是理所当然，但现在已经不需要再被那个理所当然束缚了，没有必要强行给自己打鸡血。如果感到疲惫，就别忽视那个信号，好好休息一下。即使有事情要做，也完全可以等心和身体恢复了再去做。如果强撑着去完成，反而会导致效率下降、失误增加，还会让周围人为你担心，你自己也容易陷入自责之中。与其这样，不如按照自己的节奏，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或许就是今后人生。第3个要介绍的消除老后不安的最佳方法就是关于金钱重要观念。你挣来的钱，理所当然应该先用在自己身上。当然，想给子女留点财产是人之常情，但事实上，围绕遗产问题，兄弟姐妹反目成仇的案例也不少。哪怕只有几百万日元的遗产，都可能引发纠纷。正因为孩子们已经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父母其实没有义务非得留下什么。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一样适用。老后应该为了自己的人生去使用金钱，比如偶尔去喜欢的咖啡馆享受一顿奢华的下午茶，或者去挑战小时候梦想的兴趣爱好。就算不花很多钱，只要稍微花点心思，生活也能变得丰富多彩。其实人真正需要的空间和物品并没有那么多，与其追求还要这个还要那个，不如珍惜现在拥有的，去思考如何让眼前的生活更有趣，这才更重要。不必为了没必要的事情提前担忧，学会关注当下的幸福，这才是关键。接下来要介绍的第4个消除老后不安的最佳方法，就是指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人生当然不会只有开心的事，有快乐的日子，也有沮丧的日子，甚至还有些一想起来就心烦意乱的糟糕回忆。这些记忆偏偏容易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一次次浮现，自己都厌烦。而且奇怪的是，越是强迫自己要忘掉，反而越是忘不掉。心理学上称之为讽刺过程理论，意思是越想忘记，越容易集中注意力在那件事上。所以第一步就是不要强迫自己去忘记。其实想要和讨厌的记忆保持距离，最好的方法反而是先去正视它。这可能听起来意外，但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写下来整理，尽量客观的把那件事如实写在纸上。今天那个人说了这句话，我感到很难受之类，坦率记录。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自己能慢慢客观看待这件事，怒气、悲伤这些情绪也会逐渐变成单纯的发生过的事。或许那人说的只是个提醒，或许是我自己太敏感了。如果能这样冷静下来，心里也会感到轻松。这里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让讨厌的记忆变成情绪性的记忆，只要把它当成发生过的事实接纳，就不会深深烙印在记忆深处。就像每天读报纸一样，1年以前的新闻内容几乎没人记得。同样的道理，只要不带感情的记录下来，大脑很快就会淡忘。当然，偶尔还是会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起来，这时候就用开心的词语来覆盖它，比如哎呀，真是搞笑，好蠢啊。只要轻轻这么一说，负面情绪的开关就能悄悄被关闭。语言的力量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强大，只要把那些事情当做一个单纯的事实接受，就不会让它们顽固地留在记忆深处，心里的负面开关就会慢慢关闭，感觉也会随之转变。语言的力量往往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强大。此外，记忆本来就很容易被新的刺激所覆盖，就像有人说过，来了新的压力，旧的压力就会被忘掉那样。只要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刺激，过去那些不愉快的记忆也会慢慢淡出。尽量把负面的事情转化成正面的内容，即便心里悲伤，也不要执着于那种情绪，哪怕只是努力说些开朗的话，也能慢慢改变内心的流向。很多人以为记忆是无法改变的，但其实记忆是会不断被更新的。
而决定更新按钮是否启动的，就是你的心态和你说出口的话。要彻底忘掉讨厌的事情，最忌讳的就是强行去忘。应该正视它，接受它，整理好，然后轻轻地放下。只要掌握了这个过程，今后的心情也会变得轻盈得多。接下来要介绍的第5个消除老后不安的最佳方法，那就是丢掉可惜、浪费的观念。是不是常常因为明明还能用，扔了太可惜了这种念头，而总是拖延整理和清理呢？尤其是退休之后，生活节奏和价值观都会发生很大变化，生活周围的物品也需要跟着调整。但可惜啊，这种心态往往会变成一种无形的障碍。前些年断舍离这个词很流行，收纳整理也成了话题。当时很多人都亲身感受到舍弃不需要的东西，内心也会跟着轻松。但真正轮到自己动手，很多人却发现根本进展不下去，总是想着以后可能会用到，这是有回忆的，结果手就停住了。但实际上，那些以后几乎从没真正到来过。不如试着具体想象一下自己使用这个东西的样子，如果完全想象不出来，就可以判断这件东西对现在的自己来说其实并不需要。如果因为可惜而留下来，反而让生活空间变得狭窄，心情也跟着沉重，那才是真正的浪费。另外，所谓以防万一而留下来的东西，也请冷静地重新检查一下，凭自己的真实想法，判断一下自己是否真的还有可能再次用到。事实上，多数情况下，几年过去了也根本没用过一次。当然，可惜的感觉本身是重要的，但如果它成了绊脚石，妨碍了你老后的自在生活，那就本末倒置了。舍弃之后得到的空间和内心的轻松，才是更有价值的收获。或许以后还会用上这种念头，不如以为了现在能过得舒适，需要些什么为基准来思考。仅仅是这样，生活就会意想不到的变得整洁清爽，心里也会腾出空间。整理收纳，其实也是一个认真面对自己今后人生的重要时间。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第6个消除老后不安的最佳方法，就是防止长期卧床，过一种不依赖他人的生活方式。随着年纪增长，搬重物变得吃力，走久了脚也会疼，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常见，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自然变化。可是这种时候，一方面你可能会想，是不是应该拜托别人帮帮忙呢？另一方面却又会给自己打气，我还得靠自己来做。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的观念，责任感很强，从不轻易依赖别人。这种姿态甚至会让年轻一代感到敬佩。原来光是调整一下心态，人生就能发生这样的变化。即便是小小的依赖，积累多了，也会慢慢剥夺自己动手的能力。所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己的事自己做，这就是维持身体、保持精神活力、远离长期卧床的秘诀。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能依赖别人，在真正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有勇气说请帮我一下，这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自立，不过分逞强，也不过分依赖。找到这样的平衡，才是人生下半场能够活出自我风格的根基。依赖本身并不是坏事，即使有点辛苦，也要尽量自己试着去做做看。这样的心态，反而会给身心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而且这种日积月累，最终会化成一种巨大的自信，在关键时刻支撑着自己。希望大家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第二人生，不论几岁，都能让日子变得值得期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